如果你做过手术，你也许会记得，开始从10倒数，在你还没数到5的时候，你就苏醒过来，发现手术已完成了。也许看起来像是你睡着了，可事实并非如此，你被麻醉了。这更为复杂，你不仅陷入了昏迷状态，而且你也动不了，不能形成记忆。当然，你也感觉不到疼痛。如果不能在同一时间阻止上述的发生，许多手术会十分痛苦而难以进行下去。来自埃及、亚洲和中东的古代医学书籍都有描绘早期的麻醉药，包括罂粟、曼德拉草果以及酒精。如今，麻醉师通常会结合局部麻醉、吸入麻醉和静脉注射麻醉的方法，在手术中获得合适的平衡点。局部麻醉可以阻止从身体某一部位发出的疼痛信号传输到脑部。疼痛感与其他感觉在神经系统中就好像电脉冲一样传输。局部性麻醉剂可以设立一个电子路障，它们结合到神经元细胞膜的蛋白质上。这些蛋白质让离子进出，并保持正电荷的粒子不能进入细胞。可卡因是这种类型的化合物的一个例子。当一位眼科实习生不小心把它弄到舌头上，它的止痛效果被偶然发现。它仍然偶尔被用作麻醉剂，但许多更常见的局部麻醉剂具有类似的化学结构和工作方式。但对于大部分需要昏迷的手术，你要的是可以针对整个神经系统的药物，包括大脑。这就是吸入麻醉药的用处。西药里，乙醚是最先常见的一种。它以前是以娱乐性药物而闻名，直到医生开始认识到，人们有时没注意到他们在乙醚的影响下受的伤。在19世纪40年代，他们开始将乙醚麻醉用在拔牙和手术中。几十年后，一氧化二氮开始变得普遍，一直沿用到今天。虽然迷眼生物像七氟醚更常见，吸入式麻醉剂通常在静脉麻醉的补充下运作。它源于19世纪70年代，常见的静脉注射剂包括镇静剂，比如异丙酚。镇静剂可以导致昏迷状态，以及阿片类药物，可以减轻疼痛的芬太尼。这些普遍麻醉药似乎也能影响神经系统的电信号工作。通常情况下，大脑的电信号是一个混乱的大合唱，因为大脑的不同部位会互相通信，那种连接使你保持清醒。但当一个人被麻醉，这些信号变得平静，更有条理。这表明大脑的某些部分不能互相交谈了。关于麻醉，仍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地方。几种常见的麻醉药绑定到大脑的神经元 GABA A 受体，它们开着大门，让着带负电荷的粒子进入细胞。负电荷积聚和作用就像一个塞子，不让神经元传输电信号。神经系统有很多门控通道，它们控制运动通道、记忆以及意识。大多数麻醉剂可能作用于不止一个，而且不只作用于神经系统。许多麻醉药也影响心脏、肺以及其他重要器官，就像早期的麻醉剂，其中包括熟悉的毒药一样。铁杉和附子，现代药可能有严重的副作用。因此，一个麻醉师必须搭配好药物之间的平衡，才能发挥出麻醉的所有功能，同时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，并根据需要调整药物。麻醉是复杂的，但弄清楚如何使用它，允许了新和更好的外科技术的发展。外科医生可以学习如何系统化的和安全的进行剖腹产，打开阻塞的动脉，替换受损的肝脏和肾脏，以及许多其他可以拯救生命的手术。而且每年新的麻醉技术在被开发，这将确保越来越多的患者经受得住痛苦的手术过程。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，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